你怎么来了？这是你养母的照片，为什么要烧掉？她在李家被困了一辈子，她死后，我总不能让她还困在李家的阴影里吧？那怎么不留着？我不是她真正的孩子。那李伯泽呢？李伯泽他更不配。你养母，她对你好吗？正相反，他对我很差。抱错孩子后，我越长越不像李永章，被认为是野种。他百口莫辩，被李永章折磨到发了疯，就把怨气全撒到了我身上。可也只有他，会在我被李永章打到昏过去的时候，替我上药。你知道李永章为什么要让我吃生肉吗？为什么？那也是一个雨天。当时我养母刚刚过世，我一个人在偌大的李宅，十分孤单。碰巧在后院捡到一只落单的小狗，我觉得它跟我很像，想要收养我。谁知父亲，哪儿来的？给我！不给，给我！不给。把他给我关起来，不许给他饭吃。把我的狗还给我！还给我！这是我捡的，你还给我！就这样，他饿了我3天。3天后，那扇门终于开了。我当时看到生肉的表情，和你现在一模一样。这就是李荣章想要教我的活法。生存面前，什么都不重要。我就这样被他教了12年。不必同情我，我只是对他克服不了身体上的本能反应，但至少我可以抵御恐惧。现在不是渐有成效吗？不是同情，我只是明白，
他摧毁了你，但又塑造了你。在自己的创造者面前，一件作品毫无还手之力。是啊，说得对，他就是个怪物。被他一手养大的我，也是个怪物。所以啊，3年前，我就可以看出你心中的蹊跷。你我2个人，本质上就是同一种人。或许你现在要做的事情，跟当年那个小兰姐是有关的吧？跟你没关系。任素素，这个世界上没人比我更懂你。你可以把一切都告诉我，有个盟友总比没有好吧？我不需要盟友。行，既然做不了盟友，那我就要警告你了：自首，或者离开慕容清月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血婚纱的教训这么快就忘了？你还真是不长记性。我再说一次，不要多管闲事。多管闲事？刚才在李家，是谁多管闲事？上次你帮了我，这次是还你人情。换来你的一切，我是否能拥有？挣不脱，逃不走，如此也算厮守。我们纠缠到尽头，天长地久。哎呦，小少爷，您可别着了风寒。我没事。哎，青衣回来了吗？多多，大晚上的怎么冒着雨就过来了呢？母亲，看你都湿透了，赶紧给小少爷准备一身干爽的衣服，还有啊，熬姜汤。哎，我这就去。来来，你不用管他，他自由惯了，回不回来还不知道呢。母亲，您知道青衣在李家的事？李荣章一直觉得青衣跟他长得不像，就怀疑你的生母在外面不洁，觉得青衣就是个野种，动辄虐打。但后来发现是2家报错。当时你年纪还小，我不忍心把你就这么送回去，所以你跟青衣一时没有换回来。但李荣章跟他的相处模式也改不了了，一直如此。母亲，那母亲后来不……他活该。2个人相互折磨，我为什么要管？可青衣是您亲生的呀。当年，他明明听到了李荣章要刺杀你父亲的消息，却连说句话都说不清楚，硬生生的让你父亲被炸死。人死了，才醒过来喊小心，有什么用？母亲，12年前的事情，并非我李家父亲所为。
青怡当时还太小，她也并未看清那幕后之人是谁，所以此时没有证据。没有证据，也有动机。好了好了，外面雨大，今天就别回去了，喝完姜汤，先去休息吧。好。哟，海老板您来了，快里边请，位置都给您留好了。肮脏的豪门啊，真是每天都在震惊我。有没有可能，李伯泽他就是故意的？他知道李荣章和慕容清逸的关系，有意去激化矛盾。不会，他这样单纯的脑子干不出这样的事儿。哟，不过才寥寥几面，你倒是还挺了解他。戏如人生嘛，我伴过多少人，唱过多少人心。李伯泽这样一眼看到底的公子哥，最是简单。不过我倒要提醒你啊，都是两性之子，慕容清逸却是个一眼看不到头的深沉心思。你追去李家，怕是又对他心生怜悯了吧？我只是不想再把他牵扯进来。那他如果向慕容青鱼揭穿你的身份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有准备。小桃，你怎么来了？他一直在找你，我怕引起怀疑，干脆让他来这里了。姐姐放心，我们几个大的本来白天也会放出来讨钱，这几天没人盯着我们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快吃吧。你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孤儿院又要出货了。这种时候还敢？只有你不敢想，没有他们不敢做的。出的什么货？漂亮姐姐，你先给他们穿上裙子，关在新官人的楼里。是我们一直都找不到去向的玻璃种。这些年，卖给大户人家的，卖去烟花柳巷的，总归都能联系上。但是最貌美的女孩，却全不知所踪。我们查了那么久，连他们交易的黑市在哪里都不知道。上次因为慕容清逸，我没能从李荣章那儿掏出名流俱乐部的信息。你怀疑这个俱乐部跟霍家出货有关？这个名流俱乐部是由霍家一手操办的，准入机制严苛，信息严格保密，有了固定的买家群体，又有保密的交易渠道。你说他们在交易些什么？小桃，来拿好。这些就当是你白天讨来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要再联系了。即便是有消息，也不要贸然前来找我们，保护好自己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谢谢姐姐。去吧。两位姐姐再见。这个孩子倒是十分机灵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多事之秋，这批孤儿院的女孩关不了多久。通知姐妹们盯紧孤儿院，我会从李家那边再想办法。发生这样的事儿，警署难辞其咎。现在正值警署换届时期，霍家还是能说上话。哎呦，李督察已经亲自派人去查了。哎，霍少爷，这个小女孩当天晚上也在，拦着我非要给我唱歌来着。我问你，孙嬷嬷那天晚上去哪儿了？孙嬷嬷跟男人跑了。嘿，这帮兔崽子还凶什么？不会好好说话呀？
这你的娃娃，这么可爱啊！跟叔叔说，那天晚上为什么要给他们唱歌啊？嬷嬷让我们练歌。那嬷嬷什么时候让你们在院子里面练歌的？睡觉前。那叔叔也想听，能不能给叔叔也唱一遍？班长，那个你，过来，过来。你知道孙嬷嬷去哪儿了吗？我知道，孙嬷嬷跟男人跑了。谁说的？看门的，汤阿姨，还有大兰的贺姐姐，他们都这么说。这帮嚼舌根的烂嘴巴，走吧走吧。天的！哎，你看到了吗？大少爷和方小姐的结婚礼服送到了，说是国外的裁缝做的，气派的不得了。你的伤好些了吗？死不了。想好了吗？想好什么？我给你的2个选择。方小姐，婚纱在哪里试？就在这里试吧。去书房把青鱼叫来。是。在这儿试，你就不怕我在这儿揭穿你？你试试。很好。青鱼。哎，母亲。这是婚礼的衣服啊，瞧着怎么不太合身啊？这么重要的衣服，怎么还没做好啊？青鱼那天有急事处理，轻易帮忙试的礼服。哎呀，他们身量有差，师傅怎么能量得准呢？净会添乱。青衣也是为了帮我，这个事儿不怪他。那方小姐的婚纱选好了吗？我原定的婚纱被青衣换掉了。原定的婚纱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原定的婚纱太过于普通，配不上我们方小姐狗腿的气质。青衣，青衣这是羡慕我们，等咱们完婚之后，我就帮着母亲一起操办青衣和霍小姐的婚事。谁说我要去霍米县了？婚姻大事哪能儿戏？无妨，青衣要是实在不喜欢霍小姐，那我这个做大嫂的，帮着在南城名门闺秀里多参谋参谋，总能碰到喜欢的。是啊，大嫂和大哥就快要完婚了，可惜大哥还是没有看清大嫂的真面目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哪里胡说了？她根本就不是方。这衣服怎么破了？装箱的时候明明还是好的。这还能有谁？
给我看看。哎呀，怎么破成这样子？这个没事，母亲，婚纱还可以再做。你也怀疑我？跟你嫂子道歉。我要是不道歉呢？你今天杀了我吗？你就没错吗？我错没错？3年前不都被你送进监狱了吗？青叶，这是两码事。我亲眼看见，亲耳听见的。你针对你嫂子多少次了？你对我不满没有关系。你想撒气的话，别撒在无辜的人身上。无辜的人？他是无辜的人？行，都无辜，就我天生坏种，是慕容家的耻辱，行了吧？没人这么说，可你就这么做了。3年前不信我，3年后你还是不信我，你配做我大哥吗？你闭嘴！怎么跟你大哥说话的？从小到大，都是你大哥给你收拾残局，如果不是他，慕容家有你的地儿吗？慕容家是什么好东西吗？你真以为我愿意当慕容？滚！哎，混账！赶紧拿回去。方小姐，赶紧重新选一件吧。我代青叶向你说声抱歉，他性子比较急，但没什么坏心。可能是最近觉得你分走了我的关注，所以耍小孩子脾气。也许吧。慕容家的人，给我滚出来！你们慕容家可真是连脸都不要啊！李大帅，佩林当年可是扶持过你这个泥腿子的，当时你可殷勤了。如今佩林粉身碎骨，真凶逍遥法外，你就摆谱摆到我慕容家来了，真当我慕容家没人了？哼，有也是废物。李伯父，请您把话说清楚点，这到底是什么？慕容轻易被霍家的狗杂碎虐待了3年，还被挑断了手筋。原来你经历的不止你说的那些。这是在狱里的时候吧？不然呢？程锦之，你亲儿子在狱中被霍家的人虐待了3年，手筋还被挑断了。如今，你还让他去霍家当女婿，你们慕容家还真他妈能屈能伸呢！
啊？被你们卖了个好价钱，到底是谁能干？你一不高兴，又把我送去监狱关个3年5载的，我可折腾不起。家，这是家吗？这事儿你们慕容家忍得了，老子忍不了。老子在前面打仗，这霍家竟敢暗算我的人。这件事情是他自己杀人在先，霍家要泄愤也很正常。正常？你们慕容家可是有头有脸的，竟然让霍家在牢狱里面动了手脚。这儿子我送回来的时候可是全虚全影的，12年，仅仅12年，凶手也当了，牢也坐了，他妈手筋还被人挑了。我不找你们家，我找谁呀？青羽，你去哪儿啊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哼，告诉你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我慕容家的人被霍家的人伤了，要给你李家的人交代什么呀？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传出去，还以为他霍家敢骑在老子脖子上拉屎呢，我脸丢大了。我告诉你，姓程的，200箱步枪子弹，这事儿我就不提了。感情李大帅义愤填膺地说了半天，原来还是来敲竹杠的。来人，送客。我不介意明天这些事儿上报纸，让全南城的人都知道慕容家把小儿子弄残废了，还跟仇人联姻，就是为了给大儿子换飞机。200箱步枪子弹能解决的问题，我劝你还是应该掂量掂量。嗯？哎，走了走了，别卸货了，先去吃酒。走。这是女孩子的头发。海老板，我和李督察还真是有缘，怎的，在这种贫民窟的地方也能遇上？海老板原来知道这里是贫民窟啊，那你来这干嘛？李督察，你好霸道啊！你来得，我就来不得。我是来查案的。查什么案子？海老板，你还盘问起警察了？哦，那李督察想问我什么？仁心孤儿院的孙嬷嬷失踪了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不认识，不知道。是吗？听闻仁心孤儿院的孙嬷嬷每次回南城，都会来东家渡做慈善，而恰巧，她出现过的航校开学仪式、东家渡都有你的身影。海老板，这会不会有点太巧合了？李督察断案是凭巧合吗？
难怪警局破案率上去的那么快。我经常来此做义工，帮助一些贫儿。原来海老板还有这份心啊！啊，我出身贫寒，靠戏迷捧戏才有今日光景，自然不能忘了本。倒是李督察，警局里是不是都是你这样锦衣玉食的长大，一天苦日子都没过过的少爷？这才让这世道啊，好人没有善报，坏人呐没有恶报。海老板慎言，我自认为，我做警察以来，从未有一天懈怠过。不怕人笨，就怕人笨啊，还勤快。不过啊，我就喜欢笨的。奉劝李督察，还是回去好好做你的豪门少爷。为民做主的青天不适合你，论民间疾苦，恐怕呀，慕容二少都比你懂。找到了吗？青羽呢？大少把客运、码头、车站都找了，不见人。二少的剧组也去看了，他没回去过。雨越来越大了，让青羽回来等消息吧。你们去找便是。大少不肯，让我来回个话。他接着往二少红梅路的园子去了。要不李大帅，先回府吧。清点物资的电报我也让人发了。青毅也不是个3岁小孩，一时联系不上，有什么好着急的？哼哼，这下崽儿的都不着急，其他人着什么急？这什么话呀？人话。我要礼佛了，给李大帅看茶。李大帅愿意什么时候走，就什么时候走。二少与李大帅倒是挺像的。哪里像？不择手段，淬毒口舌。我现在知道，他是和谁学的。你想说什么？东西都已经要到了，您还在等什么？上次见面我就看出，您其实是最了解青毅的人。今日您来，必定也不只是为了那200箱步枪子弹，更是想为青毅出一口恶气的，对吧？你认为自己很聪明是吗？别人都说李大帅粗犷蛮横，却不知您心细如发。我这点小聪明，在您面前当然不算什么。可不管是为了青毅的冤屈，还是您的威严、霍家，都必须付出代价。不然，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在您的虎口拔牙试试？你想要什么？名流俱乐部是个什么组织？在哪儿？怎么进去？怎么？想办霍家？就凭你？
让慕容家此时为轻易对霍家出手，不现实。况且这个家中真正在意轻易死活的人少之又少，让您动手，名不正言不顺，而且代价太大。像我这样的外来户就没有什么顾虑了。您放心，不管成与不成，都和您无关。你图什么？图个伸张正义，您信吗？伸张正义。自不量力啊！听说你来到慕容家的时候还挺热闹。与其你的那些嫁妆和彩礼放着，不如存到霍家的金库里。金库里。从前方行至悬崖，也一同坠落。难道非要心痛才知早已心动？难道每场好梦都注定会落空？爱到底，恨到头，全都毫无保留。别退后，别松口，直到竭尽所有。我们不管怎样都天长地久。感情多充沛，才足够被挥霍。我没原谅你，你别宽恕我。任燎原的野火焚毁你，烧尽我，也甘愿做着飞蛾，扑向那炽热。难道非要心痛才知早已心动？